你有没有发现，用 AI 查资料的时候，常常会出现一些听起来好像对，但其实根本查不到来源的这种内容？这个呢，就是所谓的 AI 幻觉。有些回答呢，看起来好像有道理，但实际上呢，是 AI 根据演算法自己去想象出来的资料。也就是说呢，你以为在学习，其实你根本就是看了一篇科幻小说啊。尤其呢，当我们拿来做报告、整理重点，甚至是规划旅游行程的时候，如果这个资料来源不明，一个不小心就会踩到一个超级大的雷。那有没有哪一个 AI 是根据你给的资料不会乱掰，还会帮你整理分析的？今天我们这支影片呢，就要带你来认识一个超实用的 AI 笔记工具，是由 Google 推出的 Notebook LM。Notebook LM 呢是 Google 推出的这个 AI 助理，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它不是属于胡说八道型的那种 AI， 因为呢它主要就是根据你提供这个资料来产出内容，也就是说呢它回答内容基本上都是有凭有据，不会呢自己去幻想一套新的这个说法出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会读书的 AI 助教，你只要给它资料，它就会帮你整理摘要、回答、提问，甚至呢画出逻辑的这种关系图。我觉得呢非常的适合常常要整理报告、读书或是写企划的人，想用 AI 帮忙规划旅游行程，又怕资料不准的人。往下呢，我们就来分享这个超实用的 Notebook LM。Go！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简单介绍一下 Notebook LM。Notebook LM 呢，它是 Google 所推出的一个线上的 AI 笔记本工具。那这个工具呢，我觉得是目前全线上整理资料最好用的一个 AI 工具。即便呢，你说有 ChatGPT、有 DeepSeek、有什么 Grok， 有一大堆 AI 工具，但是如果你要论整理资料以及整理笔记本、做摘要等等的一些相关功能或者是能力的话，我觉得目前 Notebook LM 呢做的是最完善，而且是真的是最好用的一个工具。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好，我们这边会往下一步步来做给大家看，然后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会觉得它比一般的 AI 的工具更加的好用。好，首先呢，如果你想要使用 Notebook LM 呢，我们可以先建立一个新的笔记本。这个呢是可以直接加入你想要用的资料来源，比如说我今天如果有超级多电子学的这个 PDF 的档案，我可以把它拉进来，然后它就会帮你加入到左边的这边所有的来源。这边你点击之后呢，都可以去查看你的原始的内容。每一个档案的原始内容呢，这边都会出现摘要以及相关的主题，帮你都编写好了。这是一般我们如果把 PDF 拉到比如说 ChatGPT 或其他 AI 工具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但是呢，像这样的整理的好处呢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如果是去 ChatGPT 整理这些资料，或者是你对它询问相关电子学的一些资讯，它是透过大数据以及网络综合起来之后给你的答案。所以呢，我们会常出现所谓的 AI 幻觉，也就是呢 AI 给你的答案不见得是真的，所以你必须还要去做验证这个动作。但是呢，如果你是透过 Notebook LM 这边呢，完全都是你自己拉进来的资料，所以相对来说它比对的资料都是你给它的，所以呢也就是比较不会有错误的问题。而且呢，它在新增资料的时候呢，除了你上传 PDF 文字档或者像那种简报的语法 Markdown 啊，你还可以上传音讯。比如说以学生来说的话，他上课的时候他可以先录音嘛，录音完之后回来之后，他再把 MP3 音档上传进来，就可以去帮你整理你上课的内容，或者是统整上课的内容。甚至呢，当你统整完之后，如果你想要针对你上课的内容想要再去提问，比如说你回家在复习的时候，哪一个部分呢比较没有那么了解，或是忘记了，你就可以直接对 AI 来提问，然后得到答案。那这些答案呢，都是透过你左边这些资料直接去搜寻找答案给你。比如说，你可以问他说减波器跟夹波器的差别，这边都是电子学的相关课本，它就能按照你左边这边课本的资料给你对应的答案出来。而且有一个很棒的部分，就是他说我的答案呢后面都会有这种它的来源是哪里，比如说夹波器的来源是针对哪里的资料参考的，然后我们点它这个后面2，它就是跳出来，然后跳到找到答案的地方，那你就可以去确认一下哦，这个答案是从哪里来的，或者是说呢，它这边只有简略的回答你嘛，那你就可以透过点击这个去看更详细的内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功能，特别是用在学习上呢，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再来回答的时候呢，像这边都有勾选的选项嘛，你也可以呢只针对某一个章节去做提问，它就不会用到所有的资料。所以呢，当你资料有很多的时候呢，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勾选某几个文献参考就好，或者是呢这些资料如果还不够，你还可以按新增，直接用探索来源，比如说你就可以搜寻电子学，你想要找更多的内容来把它加进去。提交之后呢，基本上它都从 Google 那边找出资料来，那你就可以从这边呢
去找你想要加入的来源还有哪些，然后可以把这些呢列入参考文献。这么一来，你在中间搜寻或者是做摘要、笔记以及产生心智图等等的内容，全部都是按照你实际提供给他的资料去做的。相较于一般你直接从 ChatGPT 或其他的 AI 来产生，比较不会有所谓的 AI 幻觉的问题。这些部分呢，主要是资料整理的部分。像右边这些功能我就不特别去介绍，不过呢，它就是属于比较趣味型的啦。比如像是这个呢，是可以生成一个 podcast， 它就可以帮你所有的内容用语音的方式。不过呢，目前就是仅限英文而已。所以呢，如果你是英文相关资料的研究者，你可以去玩玩看这个。你就是按生成之后，它会帮你生成一段呢同等资料的这种 podcast 的语音，你可以用听的来吸收。而且它还有互动模式，就可以去点击，然后加入用语音的方式去对他们2位主持人用询问的方式来得到答案。我觉得这个算是比较趣味型的啦。当然，如果比较喜欢的是有一个对话或互动的感觉的话，这个呢你可以去试用看看。好，心智图这个我也点击给大家看一下。当你呢这边全部勾选之后，按这个心智图，它会按照你这边全部的来源，然后来产生一个心智图的结构。产生出来之后，你就可以把它点击。然后它就会产生像这样的心智图，然后你就可以去拖曳，比如说像是二极体电路、交流等效电路，这个往下衍生是什么东西呢？然后有这些东西，交流分析还可以再衍生。它这边呢就会帮你把所有的资料呢统整一个很简单的这种心智图出来，那你就可以在学习的时候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再去看一下每一个电路往后延伸是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蛮有助于你对于逻辑思考的部分，以及统整资料的结构。另外呢，我觉得 NotebookLM 呢，在新增来源的部分呢，它是可以选择 Google 简报啊、Google 文件这些内容。那有一个好处是呢，比如说我这个来源呢是 Google 文件，我把它点开之后，这边有它 Google 文件的内容嘛。但是呢，你会发现呢，当我编辑原始内容的时候呢，它这边呢是不会同步更新，对不对？这时候呢，你其实只要按一下上面，它就会帮你同步新的资料过来，并且呢重新产生这个摘要。所以呢，当你的资料是来自于某些 Google 文件，而且呢是持续在编辑中，比如说你们是一整个小组，大家有各自不同的 Google 文件，那最后你其实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拉进来做统整。每次更新完之后呢，只要按这边同步，那就可以有新的资料进来，再去做新的摘要以及统整大家全部的资料。所以呢，我觉得 NotebookLM 呢，除了对于学习之外，像是小组的统整资料也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工具。那你觉得 NotebookLM 呢，就是一般的学生来使用，或者是比较专精在学习的人使用比较方便吗？其实呢，我们在生活上呢，也可以把 NotebookLM 拿来使用。比如说像我们前面提到了 AI 幻觉这件事情，也就是 AI 很常会生成一些不是事实上的资料，因为一般 AI 提供的内容除了网页资料之外，有很多资料其实是透过大家聊天以及丢给他的资料，透过大数据统整起来的一些内容，所以有些呢可能会是假的，或者是呢根本不存在的资料。对于 NotebookLM 来讲，我们前面有提到，其实都是你喂给他的资料，甚至呢你去透过探索的功能找到了，其实都是 Google 来的一些资料，所以呢基本上是假的几率比较低，也就呢比较不会有 AI 幻觉。基于这样的方式呢，你还记得吗？我们前阵子呢教大家用 ChatGPT 生成旅游行程，那有人提到虽然功能好像很好用，但是这个行程有时候会有一些假的掺杂了进去，那我们这个行程呢跑起来呢不一定会是比较顺畅。这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可以透过 NotebookLM 来产生以及规划旅游行程。要怎么做呢？一样我们可以先新增一个笔记本。好，这时候呢，这边我们就可以选择探索来源，比如说我们前提到了宜兰旅游，我们这边呢一样可以填入宜兰旅游。好，提交。好，有没有？这边呢，它就会用 Google 的方式都帮你找出这些相关宜兰旅游的资料。那如果你有哪些不要的，你就不要勾选啊。如果都 OK 的话，就把它汇入。好，如果你觉得呢这边只有10个来源还不够的话，你可以继续点击新增，然后探索。然后一样再新增宜兰旅游，或者是你想要特别加入宜兰哪一个区域的话，比如说你可以南澳旅游，然后提交，它就会再新增南澳的相关的资料。有没有？这边南澳的资料一共就再给你10个，然后你就把它汇入。这边来源呢，一次最多可以汇入50个，所以呢，你可以直接用探索的方式，它等于是先帮你 Google 相关的资料之后，你选择你要的资料把它汇入进来，接下来你就可以让它来帮你稍微规划一下。
好，比如说我跟他说我想要3天2夜的宜兰旅游行程，包括南澳，然后早上8点出发，晚上9点前回到饭店。规划内容包括要早中晚餐，然后一天只要3个行程，包含2个小时，希望行程可以顺畅一点。详细时间也帮我列好，我们来看看他会针对这些资料去统整出什么样的行程来。好，你看他这边就已经生成完了，然后从第1天，然后第2天。第3天，然后所有的参照资料就如同我们前面介绍到的，后面都有标记，你就可以直接点击去看它参照资料是在哪里，是哪一个内容。所以你看这样呢，就可以完成了基本的旅游行程的规划。规划完之后呢，接下来你这边可以再新增一下探索的来源，比如说是宜兰的饭店。好，一样，你看这边有一些相关的推荐资料嘛，你就不管，先把它汇入。当你把相关的饭店的一些资料拉进来之后，你就可以问他说，比如按照规划行程，建议我住宿的饭店，然后推荐3间，就可以呢按照你自己刚刚规划的那些旅游行程啊，然后再帮你建议这个饭店可能可以住哪里比较好。那就用这样的方式呢，然后整个规划起来。规划完之后呢，其实你就可以再搭配 ChatGPT。用我之前那支影片的教学，就是介绍你要怎么用 ChatGPT 规划旅游行程，用后面的那一段教学把它产生 Google 的行事历。这样呢，你就可以分开2个工具来规划，像是 Notebook LM 先建立好比较详细而且准确的这旅游行程跟时间点，再去透过 ChatGPT 呢把它直接加到行事历。因为呢，像是 Notebook LM 呢，它虽然是 Google 的，可是呢，它其实没办法直接整合你自己的行事历，这一点呢倒是稍微可惜了一点。最后给大家看一下规划起来的感觉，比如说像前面有讲到规划3天2夜，然后让它用表格来行程，来看时间、地点，然后甚至后面还有备注大概是什么。那每一个后面呢都有可以直接观看内容。再往下看呢，这边有地点的相关补充，然后交通等等。再来我就请他按照规划旅游行程推荐我饭店，这边呢有考量到，你看第1天行程主要是在哪里，然后可以选择哪里的住宿。这个比起呢 ChatGPT 在规划旅游行程呢更加的详细，而且更加的仔细。如果你两边都去比较一下，你就会发现呢，用这个规划呢，我觉得呢会比 ChatGPT 更强大一点点。只不过你想要加入行事历或其他的动作的话，再去用 ChatGPT 来做呢，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方式。看完 Notebook LM 的几种用法之后呢，你是不是也准备去用看看呢？特别呢是推荐大家上课开始录音，保证让你回家复习呢事半功倍。Notebook LM 呢，我觉得真的是太实用了，资料整理真的超快速。笔记还可以互相串联，重点是呢，它不会乱掰，所有的内容也会清楚的标示来源。现在呢，就去试试看 Notebook LM， 让这个 AI 呢变成你最强大的这种读书伙伴、旅行规划师。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记得按赞、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想要知道更多 AI 教学，也欢迎在底下留言。那我是阿汤，下次见，拜拜。